下蹲砍式发球啊，身体是正对球台，因为它可以利用我们身体重心向下的力，帮助把球发转，发出更有质量。那么下蹲砍式发球啊，它其实有一定的缺点。首先呢，就是还原比较慢，因为我们动作幅度大，重心从高到低，再到低到高，那么整个过程呢，我们也比较耗费体力。尤其是年龄大一点的，其实不太适合学下蹲啊，对膝关节的损伤可能会比较大一点。如果你练多了啊，腿也比较疼啊，膝盖也比较疼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那么勾手发球呢，因为身体重心的起伏并不是太大，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勾手发球和下蹲砍式发球二者相结合，来提高发球质量，包括我们业余选手的这种便利性或者说可接受度都会有一定的提高。半下蹲砍式啊，身体是半蹲啊，就是说重心有从高到低，有点这种砍的感觉，但是呢，动作幅度就没有那么大，膝关节的弯曲程度也没有那么大的变化。从站位来讲，跟勾手发球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抛球的时候，勾手呢可能是提肘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在下蹲砍式发球的时候，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板头要比你的肘要高一点，这叫砍，对不对？从上到下叫做砍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引拍就不能像勾手是把肘抬起来了，应该是把拍起来啊，这样去砍。它从上到下的幅度并没有那么大，或者是我们看着并没有那么明显，整个过程还是从后到前的多，这种感觉。从抛球开始，同时我们进行引拍，包括重心的转换啊，比如说在抛球前，我们重心在两腿之间。球抛起来的同时，我们重心逐渐向你的右腿或者叫你的身体右后方去倒。这个倒你肯定要右肩要低一点，这样你才能把拍子拿起来，对吧？我们引的时候呢，也不用像下蹲砍式发球那样引到我们的右耳附近，这个呢，板头基本到你的肩膀附近就可以了，不用再高了啊。尤其你刚刚开始学的时候，动作幅度越大，你越不容易掌握。那我们接触球的位置，因为这是一个逆旋转的方向，肯定是接触球右侧方。如果是右侧下，那我们砍的就是侧下旋；接触到球的右侧上部，那就是侧上旋。其实发力方向都是这种方向发力。我先讲侧下旋啊，砍的时候多以向前为主，不管是发侧下还是发侧上，记住了，我们发球永远不要太向下用力。这就好比我们篮球的运球。你越向下用力，球反弹的越高，你就越难控制球的弧线。所以无论砍侧下还是砍侧上，多往前走。那么这个砍式发球啊，如果你刚刚开始学，它的短球是比较难发的。你可以先从长球开始练起，我把这球发快发急，然后呢落点发开，反差发大，哎，这个在比赛当中就能出效果。我们比赛当中可能不是主要以这个发球为主，但当8比8、9比9、10比10这时候，你突然间来个这个姿势，他肯定会有一点不适应。尤其你们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，一场比赛我都没怎么用，或者说我一局比赛都没怎么用，我突然间来个这个，本来在关键球的时候双方都很紧张，你这一发过去，他很容易就判断不准，或者他都不敢接。哎，这是我们练习他的目的。那回到这块儿。重心呢，在引拍之后要在右腿，身体向右后方倒。勾手其实身体倒的不明显，但是你要下蹲，肯定是要往右后方倒，重心压到右腿。砍的时候呢，当球落到渔网通高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正确的击球时间，或者这个时间段我们比较容易发急、发低、发快，是不是啊？重心从右腿到左腿，从右后上方向左前下方去砍那个球。这个砍的时候你注意啊，板头不要太高。如果板头太高，你接触到球在这儿的时候，那你重心就得这么低了。这个是正常下蹲的姿势了。那我这个时候呢，板头只需要稍微高一点点，哎，这种感觉它就是侧下了，这种感觉就是侧下了啊，幅度基本上就这点就行。勾手是这种感觉，是吧？这个是这种感觉。那这种感觉我说一下，或者说我描述一下，这个手其实是有说法的啊。在引拍的时候，球拍要松一点，你能让这个球拍的拍肩在你的虎口处比较容易的，咱们讲叫晃动啊。出手的时候，它有一个明显抓板，往前下方去砍这一下，
哎，这种感觉，抓板的同时，让这个拍柄向你这处靠，那这样拍头自然就向前了，哎，这种感觉。像你拿菜刀，我们切菜的时候，其实手腕也会或多或少，我叫什么叫震颤啊？这个动作叫震颤。那这一样啊，这种感觉，这种幅度呢？因人而异吧，你开始的时候可能幅度不要太大，否则你不太容易控制拍型。这个球比较随机，这个碰就不一定到哪儿了。在你能控制的范围之内，你要有加上手指手腕啊，这个手指啊，3、4、5指向里边拨啊，向你这个手掌往这个方向去拨，然后加上手腕向前下方发力，哎，这个力就比较大了。说起来呢，其实是比较容易，主要呢我们要掌握正确的击球时间啊，太早太晚都不好。然后合力点，你能合到你的身体前方，在你的肚脐附近，高度其实也跟肚脐附近差不多，就这高度啊。这样去砍，你要是发快，再来一个啊，这是侧下，它还是这样。你说这勾手跟它不一样吗？勾手是这样啊，看清了吗？勾手是这个方向。这个是有点这个方向，砍嘛，由后到前，由上到下。说完了侧下，我们说是侧上，接触球的位置，右侧上方，接触拍的位置，我觉得还是球拍的左上角，只是说侧上是这个方向，侧下是这个方向啊。那么你想发侧上越上，想发侧下越下，它的隐蔽性显然是越来越不好，但是反差会越大。那么比赛当中你要衡量好啊。我这动作要想做到一致性，那你反差就没有那么明显。我都以侧旋为主，还是啊？我加点上，我加点下，他只要判断错了啊，就必失无疑。所以我们发侧上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也是这样砍啊。这是侧上，身体往后倒，随着你水平逐渐提高，球要低一点，然后再出手。这个给对手造成的威胁就会更大。比赛当中，你能发出3条线，哪3条线呢？反手击长，正手击长，加上中路偏正手的追身，这3个点发好了之后，那么在关键球的时候，尤其你之前没有用这套发球，突然间用一下，如果水平相当，我觉得大部分的机会啊，他有可能吃了，或者说给你的抢攻能创造一点机会。如果你的侧上侧下都会发了，那么你要尽量做到2者的一致性，比如说做一个假动作，让我们结束的时候。球拍的拍型一样，或者说我发侧下的时候，我手往上勾；发侧上的时候，手往下勾，这都会在关键球的时候给对手带来一定的迷惑性，让他判断失误。比如说发侧下的时候，我往这儿砍的时候，啊，往这儿砍，我能不能加点这个？我砍完了之后，能不能加点这个？哎，像不像侧上？哎，我有往上勾的这下。那我发侧上的时候，我能不能往下点？看点啊。好，我站着慢一点做这个假动作哈，先砍到这儿侧下，然后往上勾哈，再看一次哈，先砍到侧下往上勾。那么侧上呢做的时候，先往前上砍完了之后，给出一个侧下的版型啊，加点力，看清了吗？这么砍，然后这样变，这是侧上发的向侧下，侧下发的向侧上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有其他的这种做假动作的方式。这都是一个人一个习惯，没有什么好什么坏，你习惯怎么发就怎么发。你觉得怎么样的假动作对对手有迷惑性，那就是对你来说这就是最好的假动作。